爸妈，咱们在南方这套海景别墅真漂亮。那可不，多亏了你妹妹这些年按月寄来的工资，咱们才有了起家的本钱。提那个又黑又丑的二丫头干什么？她就只配在江北那穷地方吃一辈子苦。我倾尽所有，把每一分血汗钱都寄给你们，换来的却是安置费被你们抢走，活活冻死在这个街头。如果有来生，我绝不再做你们的血包。二丫头，你父亲这钢厂的职务可不能辞，不然会被别人戳脊梁骨的。你最懂事了，就留在这里吧，继承你父亲的岗位，当个工人也算光荣。就是呀，妹妹，你长得又黑又壮，天生就是进工厂干苦力的命，不像我，从小娇生惯养的，皮肤又白，只能跟爸妈去南方大城市享福啦。行了，跟他废什么话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一早我就带他去厂里办交接。好啊，我留下。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不过，既然我继承了你的岗位，以后我的工资、我的口粮就跟你们1毛钱关系都没有了。把我的独立户口本和下个月的粮票给我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这死丫头说什么胡话？养你这么大，你还想翻天了？不给，那我不接这个岗了。明天我就去居委会闹。说你要抛弃亲生女儿，看看你们能不能顺利上火车。你这个白眼狼！老徐，算了算了，正事要紧，他留在厂里总归是饿不死。以后死在江北都别来找我们。这一世，我的命，我自己说了算。王主任，您看这丫头跟这些机械简直是绝配，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老徐啊，一般来说都是大的那个继承岗位，怎么你偏偏挑小的？他才18岁吧？哎呦，主任您不知道，应流这孩子脑袋从小就不聪明，干别的都不行，也就进厂出卖点体力才有出路了。听说了吗？老徐为了带大女儿去南方发财，硬把小女儿按在厂里了。这么小的丫头干洗工，那不得累死啊！行吧，既然手续都办了，就留下吧。不过洗工可不是轻松活，丑话说在前头，干不好我一样开除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这位置就交给他了，您多费心。快走，快走，一会儿赶不上南下的火车了。没人要的垃圾。丫头，别看了，你爸妈也是，哎，你今天先熟悉熟悉环境，明天正式来报道吧。前世就是这块擦不掉的油污，陪着这台机床一起被丢进了废品处理站，就像我一样被家人抛弃，最后被时代抛弃。1990年9月15日。距离关系到无数人命运的企业改制、下岗潮，还有整整7年。7年时间足够了，这一世，我要做那个掌控命运的人。老赵啊，这就是老徐留下来那个丫头徐应流，以后就跟着你当学徒了。哼，王主任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咱们这是重工车间，不是托儿所。你看看他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能搬得动家具，还是能摇得紧手轮，能干得来洗工的活吗？小妹妹，这铁疙瘩可不长眼，别回头再把你娇嫩的手给削了啊！就是啊，你还是趁早回家找个好人家嫁了吧。赵师傅，没试过，您怎么知道我不行？哟呵，脾气还不小。哼，行，我老赵从不看人情，只看本事。这是一件飞镖零件的精细加工图，照着这个给我洗出来。公差要求在0.02毫米以内。今天你能做出合格品，我就认你这个徒弟；做不出来，立马滚蛋，别在我这儿碍眼。0.02毫米，这不是难为新手吗？我干了3年都达不到这精度啊！老赵，这太难了，他还是个新人。好，我接了。赵师傅，前世我磕磕绊绊才得到您的认可，这辈子您就准备好大开眼界吧。
这上刀的手法怎么像是个干了10几年的老手？我操，这持刀量，他疯了吗？不怕崩刀？赵师傅，请验收。完美，太完美了！这光洁度，这倒角，简直是艺术品。我老赵教了一辈子徒弟，今天终于捡到宝了。都看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他就是我老赵的关门弟子。谁敢欺负他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丫头，你跟着我好好学，我把我会的毕生绝学全部教给你。丫头，拿着取暖，一定要活下去。师傅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您再受半分委屈。小徐，有你南方的信，你爸妈寄来的。二丫头啊，爸妈在南方过得太苦了，刚到这儿就被人骗了钱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发了工资，千万别乱花，赶紧汇过来救救急，不然你姐姐就要露宿街头了。露宿街头，前世我信了你们的邪，把自己饿得胃出血也要给你们汇钱。1分钱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。你们听说了没？老徐家那丫头收了家里好几封信了，1分钱都没给家里寄过。也太绝情了吧！人家父母在信里都说了，南方不好混，饭都吃不上了，他连一点亲情都不顾念。就是啊，怎么能有他这么冷血的人？怪不得他爸妈走的时候不愿意带他呢，这性子也太毒了。道德绑架，抱歉，我早就没有道德了。吃饱了撑的是吧？不用干活了。人家小姑娘18岁就在车间摇手轮，累得满手是血泡的时候，你们瞎了眼看不见啊！丫头，别听他们放屁，你爸妈那种把亲闺女自生自灭的人就不配要钱，多吃点肉，补补身子。谢谢刘婶儿，您放心，我不会把那些蠢话放在心上的。前世的恩，今世的仇，我徐应流都会一笔一笔的算清楚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徐家那丫头现在狠着呢，1个月工资自己全捏着，家里是1分都不寄，可不是嘛？听说他爹妈都快吃不上饭了，他自己倒好，在厂里吃香的喝辣的，心肠真够硬的。翅膀硬了呗，赚了钱就眼睁睁看着家人受苦，这种白眼狼以后谁敢娶啊？不管家里，上辈子我把所有的钱都寄了回去，每天吃糠咽菜。结果呢，我给他们写了无数封信求救，说我快饿死了，可他们呢？谁的信啊？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拿到我们地址的乞丐吧。重活一世，我凭什么还要做你们的血包？哎呦，有的人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心虚了？滚滚滚！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吧？人家一个小姑娘自己一个人在厂里打拼多不容易，你们也是做妈的，不心疼就算了，还在这嚼上舌根了，要不要脸？刘婶儿，我们也就随便说说，随便说说，再让我听见你们瞎说话，我拿大勺敲碎你们的牙！赶紧干活去，拿着。刘婶儿，这是小姑娘家的，自己好好支棱起来，有啥好东西都得给自己留着，别管那些八婆怎么说。甜的，从舌尖一直甜到了胃里。两世为人，我听过太多让我牺牲、让我奉献的话，却第一次有人告诉我，好东西要给自己留着。这丫头简直就是为鸡床而生的。
小徐啊，你这产量又是全车间第一，不仅是产量，你拿千分尺量量，这精密度比做了几十年的老熟练工还要绝。应流这姑娘适合接我的班儿，有她在，我们厂估计以后又能多个8级喜工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一个黄毛丫头来厂里才2年，就评上优秀工人了。就是，机加工可是力气活和技术活，她一个女生真能这么厉害？怕不是领导看她可怜，走后门给的吧？这帮兔崽子瞎咧咧什么？师傅，不用吵，让他们看。这放的是什么？这光洁度，这倒角，这连千分尺都不用拿，仅凭肉眼就能看出来，绝对是标准品。这真的是人手能推出来的手感。哼，看到了没？这就叫天赋，这就叫手艺。谁不服的，自己上机床去推一个出来试试。流言蜚语伤不了我，在这个工厂里，能让人永远闭嘴的，只有绝对的技术。同志们，今年的生产任务，咱们车间提前半个月完成了。尤其是徐应流同志，不管是效率还是质量，都是拔尖的。小徐啊，按照厂里的规矩，优秀工人是可以提一个不过分的奖励要求的。你是想要一套新宿舍的被褥，还是想要几张粮票肉票啊？主任，我不要被褥，也不要肉票。哦，那你是想要啥？主任，我想报名去首都学数控。徐家这丫头疯了吧？放着好好的8级工苗子不当，去学什么洋玩意儿？脑子进水了！孩子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师傅，我是认真的。那数图形有什么好学的？就是一堆冷冰冰的代码，它能有咱们手上的感觉准吗？师傅说出了在场绝大多数人的心声。现在是1992年，改制下岗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有了开启的征兆。工厂转型刻不容缓，鼓励职工学习数控技术添事业。绝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工业化的铁饭碗美梦中，对每天大喇叭里喊的转型当成耳旁风。应流啊，吃了一辈子手艺饭，能信任的只有咱们这双手。你现在手感练得这么好，多少人眼红呢？你去折腾那些天书一样的数字干什么？就是啊，小徐，手动切割全凭经验，一刀下去心里有数。那机器自己动，一个不小心，整个工件就废了。小徐，名额是有，但去首都一去就是3年，回来还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。你大好的前途，真要赌在这个虚无缥缈的数控上吗？前世的我也是如此，盲目相信自己的双手。主任，我决定了，哪怕千难万险，这数控我学定了。丫头啊，你这么有前途，去学数控，可真是白瞎了你这身天赋。师傅，时代变了。变啥了？不还是打铁切割这点事儿吗？师傅，见识过庞大的机械帝国在一夜之间倒塌，您就会明白，传统的手工作业是不可能完全适应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科技的。当97年下岗大潮正式爆发的时候，几千万工人流落街头，只有那些转型成功、用上数控机床的工厂才幸免于难。师傅，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，不学点新东西，我们整座厂都会被别人落下的。那也不差你一个。总要有人去为厂里试试深浅的。我把技术学成带回来，多少可以为咱们几百工人的饭碗搏一条生路。你可想明白了，数控这东西不一定有用，你搭进去3年青春，回来可能还是个普工，连8级工的边儿都摸不到。我想明白了，绝不后悔。好孩子，不愧是我赵德柱的徒弟。你们年轻人多闯闯也挺好的，去吧，去干出个名堂来。上辈子我被困在原生家庭的牢笼里，困在这个一眼望到头的车间里，等待着被时代抛弃。这一次，这是我第一次有了命运主动握在手里的感觉。我不要再被留下，这次我要主动向前。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了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首都，整整3年时间，
我白天泡在车间研究代码和机加工，晚上点着灯学地语，查阅国外资料。同学说我不像工人，倒像是跟老天抢时间的农民。上辈子我在自怨自艾中浪费了整整7年时间，这辈子我要把失去的每一年加倍夺回来。徐同志，你是这批学生里我见过最有天赋、最懂机加工的人。你的代码能力结合你手上的真功夫，简直绝了。您过奖了，是研究院给了我学习的机会。首都研究院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。如果你愿意留下，编制、住房、顶薪，我马上给你批。你干什么？这些你得给你姐姐留着。你个丫头片子，吃什么吃？从小到大，好东西从来没有我的份，他们永远都在让我让出位置，让我给别人留着。谢谢您，组长。条件很诱人，但是我得回工厂去。为什么？江北那边的老工厂可是江河日下呀。因为有人在等我回去，我的阵地在第1钢厂。行，志在四方，我不强求，但请你记住，首都研究院的大门永远对你敞开。这个位置，我永远给你留着。这一次，再也不需要别人可怜施舍，属于我的位置，我会自己打下来。大家都停一停，过来看看这批新订单的图纸。这是我们厂几个月来接到的唯一一笔大单子，是私企急用的高精度异形件。干好了，厂子有肉吃；干砸了，大家一起喝西北风。主任，这活接不了啊！公差要求0.01毫米，还要大批量一致。咱厂这些老古董车床，主轴都有矿量了，手工打磨累死也赶不上交期啊！就是啊，主任，这简直是逼张飞绣花，根本做不出来。要是有人能做出来，除非是神仙，或者去首都深造了3年的大学生。徐应流，你不是天天吹你弄回来的那台数控系统有多牛吗？又快又好。现在厂子快倒闭了，你倒是拿出来救命啊！我看他就是花厂里的钱去首都享福了，弄个破电脑回来当摆设，根本不顶用。这活儿我能做。你这死丫头疯了吧？赵师傅这种8级喜功都不敢接，你一个人敢包揽？应流，别逞强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违约金能压死人。师傅，时代变了，人眼比不过代码，手工拼不过数控。王主任，把这批订单交给我，我可以拿走1半的订单量，7天内交货。应流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要是作废了，材料费你赔得起吗？如果有任何失误造成的所有损失，我徐应流一个人扛，绝不连累大家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上一世的悲剧绝不可能重演。这一次，我要亲手改写命运。哎呦，这不是我们立下军令状的徐大能人吗？这都7天了，你的高科技怎么连一个响都没听见呀？可不是嘛！你看人家贾哥带着大伙夜以继日，都已经赶出来几10套了。有些人啊，做不到就别吹牛，最后还不是要我们这些出苦力的老黄牛来给你擦屁股？剑槽那里的走刀偏了。你放屁！老子干了10年喜工，闭着眼睛都不会偏，这绝对在正常误差允许范围内。图纸公差要求0.01毫米，你为了赶进度，强行拉高了进给量，导致刀具受力倾斜，这里的误差至少在0.05毫米以上，这是废品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你连一个都没做出来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出事了，天塌了！主任怎么了？客户打来电话，我们刚交过去的那批货抽检全部不合格。客户说这批零件对他们至关重要，现在要求我们全部返工。如果明天交不出合格产品，他们不仅要退单找别家，还要我们赔偿2倍的违约金和材料费。完了，2倍赔偿，
咱们厂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别慌，我的代码写完了。徐应流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厂子都要倒闭了，你不想着怎么一起向客户求情，还在捣鼓你这堆没用的破烂？滚开！别碰我的机器！这机器怎么自己动起来了？速度怎么这么快？老张，快拿卡尺来量量！零误差，完全符合图纸标准，连表面光洁度都比进口货还好。喂，是，对，我们是第一钢厂。真的太好了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客户那边验收通过了，他们说这次的质量好的超乎预期，不但不退单，还要跟我们厂签长期的独家合作协议。这才刚刚开始。应流，这次要不是你力挽狂澜，咱们第一钢厂几百号人的饭碗可就全砸了。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我代表全厂谢谢你。应流这丫头真是不一般了，我这个糟老头子干了一辈子喜工，现在看来不知道比你差了多少。以后这天下是你们年轻人的了。师傅，没有您当初手把手教我基础，我也写不出这些代码。徐工，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是我嘴贱。您的技术我老贾这辈子心服口服，您能不能也教教我这代码怎么写？在这个靠硬实力说话的地方，这一声徐工代表着最高的技术信仰。想学的都可以来，我不仅要保住厂子，还要带着大家赚大钱。徐工，这点钱您务必收下，要不是您，我们一家老小这个冬天估计就要在街头要饭了。拿着钱回去给孩子买肉吃，只要大家信我，以后这种日子还长着呢。下岗潮的凛冬马上就要来了，但我绝不会让历史的惨剧重演。只要技术在手，谁也无法宣判我们的死刑。你这死丫头，我就知道你在厂里赚了大钱。家里最近生活困难，你姐在南方上学也要钱，快给我5万块钱！不给，这是我的钱。我可是你亲妈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你早就把我丢在钢厂等死了，现在跑来充什么亲妈？好你个徐应流，胆子肥了是吧？连你妈都不认了。我们可是一家人，你赚的钱就是家里的钱。一家人，当初你们把所有钱卷走，只带着姐姐去南方享福，留下我一个人在江北辍学进厂当苦力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那是为了你好。你生下来就又黑又壮，天生就是进厂干活的命。为了我好，你算计我2年全部工资，连1分钱饭钱都不给我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你一个小姑娘家手里拿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？迟早是要嫁人的，快点把钱给我，不然我去你们厂长那里告你大逆不道！你敢去告一个试试？反了你了！老娘今天非得撕了你的嘴！干什么？你想对徐工干什么？你动他一根汗毛试试！徐工现在是我们全厂的心头肉。自己亲闺女都能扔下的狠心婆娘，现在看我们徐工出息了，闻着味儿就来吸血，你算哪门子妈？给我滚出钢厂！滚出去！弄徐工就是砸我们几百号人的饭碗，就是跟我们全厂拼命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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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好意思，徐工，当初是我嘴没个把门的，说你冷血，我真该死，我给你道歉。都过去了，我没往心里去。丫头，以后有事儿千万别自己扛。
就是，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，咱们大伙儿替你撑腰。我们给你撑腰。上一世，我卑微的祈求着虚假的血缘亲情，最终冻死街头。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家人是用心换心换来的。我错过了多少真心啊！我们是一家人。看好这个净给率，一旦超过0.2，表面光洁度就会大幅下降。记住，咱们不仅要出件，还要出精品。应流这孩子1年光景，现在也是能带徒弟的徐师傅了。今年入冬以来，我市部分国有企业面临严峻的效益滑坡，停产破产现象加剧，首批下岗分流名单已公布。王主任、赵师傅，现在的数控技术只能保一时，外面的下岗已经开始了，只靠老机床改单台数控，效率根本顶不住接下来的寒冬。徐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们要搞半自动化改造，把所有孤立的机床串联起来，打造成整条半自动化生产线。丫头，这可是省城大厂才有的玩意儿，咱们既没现成经验，也没专家指导，这能行吗？这不仅仅是改造一堆废铁，这是在和时代洪流抢命。我多熬一夜，这个厂几百号人就多一分活下去的安稳。曾经被冻死在雪地里的徐应流已经死了，这一次我要让整座工厂在风雪中烧成一团火。孩子，歇会儿吧，你这身子骨又不是铁打的，再好的钢也不能这么连轴转啊。师傅，歇不起，外面停产的厂子越来越多了，咱们的改造到了关键期，差一根线都不行。这是食堂今天剩下的，不吃也浪费了，赶紧趁热吃。你看看你瘦的，风一吹就倒，还怎么带大家干活？没有血缘的绑架，没有无底线的索取，他们把仅剩的口粮都留给了我。这些人，才是我想用尽全力去守护的家人。活了，咱们钢厂彻底活了！看见没？这是我徒弟，他是我们钢厂的救星。徐工，喝口热水。上辈子那个被留在寒冬里等死的徐应流彻底死了，这辈子我靠自己的双手硬生生砸开了一条生路。但我知道，真正觊觎这块肥肉的饿狼才刚刚闻着味儿赶来。应流，这帮人来者不善，全套进口数控中心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咱们那几台老设备拼凑出来的半自动能顶得住吗？机床再好，也得看操作的人。应流，不好了，鼎盛机械在挨个上门推销，直接抛出低于市场价2成的骨折价。咱们好几个老客户都打来电话，语气躲闪的说下个月的高精加工订单要重新评估。这是仗着资本雄厚，要利用技术代差，直接掐死我们老钢厂的脖子，这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带数据去一趟市里最大的老客户世众机厂。张总啊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那个什么老钢厂的设备我去看过，简直笑死人了。几台破旧的摇臂钻和老车床接上块破电路板就敢叫自动化，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土法炼钢。用这种破铜烂铁给你们做精密配件，你们就不怕组装的机器直接散架？可是徐工他们的产品一直很稳定，稳定有什么用？那是他们没碰上高标准的活儿。张总，看看我们鼎盛的样品，那个什么徐工，一个连国都没出过的黄毛丫头，懂什么叫真正的现代数控吗？我确实没出过国，但我知道什么叫信口雌黄。哟，正主来了，正好。徐工是吧？来，睁大眼睛好好学学，这是我们进口机床做出的飞镖齿轮，光洁度极品。你们那堆拼凑的破铜烂铁干得出来吗？识相的早点把单子让出来，别到时候废品交差砸了咱们市的招牌。进口机床确实好，可惜啊，这么好的机器，偏偏配了一群蠢货。你敢骂我？你放什么狗屁！这可是最先进的德国进口机床做出来的极品，你懂个屁的工业垃圾！
张总，您是行家，拿个放大镜看看它的齿根。进口机床确实快，但他们为了追求极致的表面光洁度和加工效率，强行把进给量拉到了极限。这种违背材料力学的切削纹理，直接导致了齿根部位产生了严重的表面硬化层。这种飞镖齿轮是用在重型减速机上的，要承受巨大的扭率。就这种抗压强度，装上去不到1个月，齿根绝对会断裂，到时候整条生产线报废，几十万的损失，你马代表来赔吗？马代表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极品，请你出去。这笔单子我们还是只认老钢厂。行，你个黄毛丫头，咱们走着瞧。徐工是吧？我是鼎盛的总经理钱海，上车聊两句。钱总有话就在这儿说吧，车太高级，我怕弄脏了。徐工痛快，那我就直说了，老钢厂能给你开多少钱？来鼎盛吧，我给你开10倍的工资。另外，市中心的小洋楼，我直接送你一套。条件呢？很简单，你连人带核心的半自化工艺参数一起过来，只要你把那套参数交给我，荣华富贵，我钱海保你一辈子。钱总，你想多了，我的技术是用来救命的，不是用来给你当刀子杀人的。钢厂是我的家，那些参数你连一个标点符号都别想拿走。给脸不要脸的贱骨头，真以为自己弄个什么土法改造就能翻天了？在绝对的资本面前，你那点技术连个屁都不算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从明天起，我会让你们钢厂拿不到哪怕1颗螺丝钉的订单。我要让你眼睁睁看着这帮穷光蛋跪在鼎盛的大门口求我赏饭吃。资本的绞杀战终于还是来了。应流，天塌了！刚刚接到的传真，东风厂、红星机械还有三纺机，咱们最大的3个长期合同被突然单方面强行解约了，他们连违约金都不赔，直接把咱们踢出局了，老底儿被抽干，咱们钢厂面临断粮停工的死局了。这可咋办啊？我听说鼎盛那边放出话了，他们宁可倒贴钱也要把咱们饿死。大家伙好不容易看到点盼头，难道真要在这大冷天里下岗喝西北风吗？都慌什么？天还没塌呢！他钱还有钱补贴，能用亏本价抢走常规订单，但他抢不走我们脑子里的技术。既然他想垄断烂大街的粗活，那我们就去接他们吃不下的硬骨头。这单子整个省都没人敢碰啊！我刚打听了，连鼎盛的帝国进口设备都歇菜了。他们那是全封闭的数控系统，参数底层逻辑被老外锁死了，根本没法做这么复杂的飞镖微调。应流，连进口货都吃不下，咱们用这半自动的老机器去干，不是去送死吗？正因为他们做不了，这才是咱们绝地反击、虎口夺食的唯一生机。活人还能被尿憋死。进口设备参数死板，但咱们的老机床在我手里，代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王主任，马上给我开介绍信，我要去省城竞标。钱海，你想饿死我？那我就用超越时代的算法，敲碎你引以为傲的资本。哈哈哈哈哈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咱们宁折不弯的徐大工程师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徐应流，你们钢厂都快揭不开锅，排队等死了，你还跑这儿来丢人现眼？连我们鼎盛200多万全自动进口机床都做不出的极致曲面，你居然想靠你们那几台改装过的破烂老爷机床来做？就是破铜烂铁也配来接省厅的特招单？配不配不是靠嘴皮子吹出来的，是靠图纸和参数算出来。你懂什么是底层逻辑锁死吗？你们那是全封闭系统，帝国人给什么你们就只能吃什么。遇上常规件，你们是能当大爷，可遇到这种多曲面飞镖件，你们就是一堆几百万的废铁。死鸭子嘴硬。下一位，钢厂代表徐应流带方案进场答辩。钢厂，你们的设备我们了解，半自动化改造勉强够用，但要切削这种微米级公差的特种曲面，绝对不可能。小同志，这不是凭满腔热血就能接的活，硬件的上限就在那儿摆着，回去吧。硬件有上限，但算法没有。各位专家，进口机床之所以吃不下，
是因为它们的刀具补偿路径是线性预设的，但在特种曲面切割时，应力变化会导致形变，系统算不出非线性误差。这是我独创的动态插补宏程序算法，利用老机床的开放性系统输入这段代码，我们可以让机床在加工过程中根据曲率变化自动进行次级微调补偿，用软件的灵活性去突破硬件的刚性限制。这循环嵌套逻辑绝了，绕开了固化的系统路径，直接对主轴转速和进给量进行变量控制，妙啊，真的是太妙了。小同志，这套算法是你自己写的？是。好一个软件突破硬件，这个试制订单就交给你们钢厂，这要是成了，就是给咱们国家的数控技术长脸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把黑板上那几个关键参数给我记下来！只要有了算法节点，回去找人破译了，我就不信咱们200多万的进口设备跑不过他那个破烂。这群人真以为几十年的心血算法是几张废草稿就能拼凑出来的？看来鼎盛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还要快，有人已经把手伸进了钢厂的心脏。吃吧，哥们儿最近发了笔横财，以后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一个连饭票都歇账的烂赌徒一夜暴富，鼎盛老板这是砸了重金买通了一条准备咬死自己人的毒蛇。外部商战已经打到了家门口，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清理门户。既然你想偷，那我就给你一份大礼。这套代码表面上看起来天衣无缝，但只有我这个编写者知道，我在第4道金浆树工序的代码里埋了一个极其致命的逻辑死结。我将原本的高速退刀补偿改成了正向进地。全封闭的进口机床一旦强行输入试切，主轴不仅不会退刀，反而会以恐怖的转速直接撞向刀塔。虚空，真有鬼！来了。这吃里扒外的王八犊子，我这就去削了他！老张，等等！虚公，再不抓，机密可就全泄露给鼎盛了啊！那不是机密，那是催命符，让他去邀功，抓个小虾米有什么意思？走，去叫派出所的同志，咱们马上就有好戏看了。站住！警察！哎呦，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抓人？凭什么？凭你涉嫌盗窃国家重点企业核心商业机密。李建业，这3万块钱的卖命钱，够你在牢里蹲上大半辈子了。徐公，我错了，我是猪油蒙了心，是鼎盛的老板逼我的。我的机床，我花几10万进口的刀塔呀，全毁了，全毁了！王八蛋，你给老子的是什么狗屁代码？一刀切下去，主轴直接撞死，我的100万进口设备全报废了，老子要弄死你！老板，这么大火气干什么？偷别人的东西，连嚼都不嚼就敢往下填，不怕崩碎了满嘴牙吗？是你故意设的套！吵什么呢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设套，是你买通内鬼，跑到我的地盘上来做贼。我在第4道精教工工序里把退刀补偿改成了正向进给。你们那台全自动进口设备不仅不会退刀，反而会以恐怖的涮速直接撞击刀塔。怎么样，钱总，这出钢铁烟花好看吗？活该！
真以为我们钢厂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？内鬼清了，对手废了，但这批异形剑试制的真正噩梦才刚刚开始。这种特种钢材的硬度简直令人绝望，接下来的深加工，普通合金刀具根本不可能扛得住。徐公，准备下刀了。哇，这已经是第7把了，这特种钢根本就是块啃不动的铁沙子。应流，距离最后交期不到3天了，那是10万块的违约保证金，3天后交不出试制样品，这笔巨额违约金能把咱们刚缓过来的厂子彻底压垮。国内市场根本买不到能啃动这种硬度的进口飞镖刀具，难道我重活一世，靠着硬核术、精准代码杀出一条生路，最后偏偏要栽在这块铁疙瘩上？下管速度校最低，加双倍冷却器。操！这他娘没救了吧？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。极品高速钢毛坯，本想带进棺材的。应流，既然外面买不到适配的刀，咱们就自己造。我用这老底子，亲手给你磨一把能啃动特种钢的飞镖成型刀。不行，手工打磨飞镖刀具要极高强度的腕力和精力。师傅，您大半个月前刚因为心肌重度劳损从鬼门关回来，这会儿要了您的命，大不了我们赔违约金交了厂子就完了。难道眼睁睁看着这几百号人再去挨饿受冻？你用代码带大伙拼命，师傅看在眼里。现在你遇到坎儿了，做师傅的就是死也得给你把这台子搭起来。让开！前脚倾斜15度，后脚再吃进5丝。师傅，稳住，只剩最后刀尖圆弧过渡了，尽量2丝。交给我。啊！师傅！师傅！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急性心肌重度劳损，命是抢回来了，但绝对不能再干重活，否则大罗神仙也留不住。应流，师傅没用，剩下的路看你了。这是咱们全场几百号人的命，丫头，你得赢，一定要赢。我懂，师傅，我一定赢。前世我没能护住师傅，没能护住自己，今生哪怕把命填进去，我也要彻底把这条死路走通。丫头，你得赢，一定要赢。45度，20度，5丝，3丝。
零误差，分毫不差，完全符合图纸要求。成功了！不可思议，用老机床配合数控程序，居然能切出这种精度的特种钢异形剑。小徐，你这套算法和飞镖刀具的配合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奇迹。省里决定签下3年独家批量订单，这50万是预付定金。哎呦，听说你们今天交货，怎么？是不是机器炸了做不出来啊？这种土法炼钢的破厂子根本接不住这活，趁早破产滚蛋吧！你们来的正好，你们鼎盛花钱偷假代码，搞得自己进口鞋床报废的事儿，别以为省里不知道，违背契约精神，恶意竞争，我宣布，以后省重工局的所有招投标，你们鼎盛终生禁入。专家，误会，滚出去！徐工，这是5000块奖金，你是咱们厂的头工，拿着。徐应流，你个没良心的小畜生，自己赚了大钱，连爹妈都不管了，赶紧给我滚出来钱！哎呦，徐大工程师总算露面了，大家来评评理。他爹妈在南方做生意遇到困难，他发了几万奖金，居然1毛不拔。我早跟他们断绝关系了。怎么，他们在南方快混不下去了，派你们来当讨债鬼？小畜生，既然你不认爹妈，那就把这笔巨额抚养费结清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加上利息，一共10万。今天不交钱，我就天天拿大喇叭喊，让你身败名裂，放你娘的狗臭屁！跑我们钢厂敲诈勒索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！徐工是我们全厂的命根子，想抢徐工的钱，先问问我手里的锅厂答不答应？感动徐工，一根头发，老子今天把你填高炉里炼了！打人啦！杀人啦！亲侄女雇凶打大伯啦！哎呦，我的腰断了，不赔个10万8万，今天没完！乖乖拿10万块钱出来，否则我就带人拉横幅堵你们厂大门，去市里告你，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你敢阴我？把那东西给我！看清楚了，这是我的独立户口本。18岁那年，他们把家底掏空去南方，把我扔在江北这自生自灭的时候，我就去派出所分了户。在法律上，我跟你们早就做完了财产切割。你们今天拿着伪造的废纸来闹事，开口就要10万，这不叫讨债，这叫敲诈勒索。喂，110吗？第一钢厂门口有人涉嫌金额10万的敲诈勒索，对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已经被按住了。我的妈呀！别坐牢啊！别报警，把人铐起来！应流，二丫头，我是你亲大伯呀，我错了。带走吧。主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完了，老赵，咱们厂天塌了！主任，你是不是急糊涂了？咱们厂刚拿下省里大单，机器连轴转，账上天天进钱，天怎么能塌？是啊，咱们都挺过最难的时候了。领导层刚才开了会，第一批停产兼并的候选黑名单下来了，咱们第一钢厂排在第1个。凭什么？二厂亏得底朝天都没上黑名单，咱们明明是盈利的，凭什么兼并咱们？就是啊，是鼎盛那个南方老板强行把咱们厂塞进黑名单。
一旦名单耗批，咱们厂就会被白菜价贱卖给鼎盛，咱们全厂的心血全成他的私产，而在场的几百号人全会被扫地出门，1分钱安置费都没有。哭什么？名单只是候选，还没最终盖章落地。只要没到绝路，哪怕是用牙咬，我也要从他们那张黑网里撕出一个口子来。徐公还在垂死挣扎呢。50万，周鼎，你这是民国执照的抢劫！我们厂光半自动设备和库存就不止200万，你还要我们遣散90%工人，1分钱安置费不给，你是要把大家往死里逼？200万，王主任，搞清楚处境，3天后改制名单一敲定，你们这就是一堆破铜烂铁。我出50万，那是我菩萨心肠来发慈悲。徐应流，你有本事，只要你现在低头认输，去我厂里打工，交出红程序算法，我可以挑几10个废物留下给口饭吃，剩下的下岗要饭关我屁事。50万。徐应流，你找死！你买不起我第一钢厂的骨气，想拿几百个工人的饭碗来要挟我，你做梦！我们今天就是穷死、饿死，也绝不卖厂求荣。不卖，跟他拼了！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3天后名单下发，我看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！你们全给我等死吧！等死吧！应流，没用的，地方政策卡得死死的。找到了，王主任，你看，凡经部委直接认定的技术创试点企业可跳出地方兼并规划，独立发展。可要求必须拥有完全自主的核心专利啊，咱们哪儿有？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。这套算法国内绝无仅有，申报成专利就是我们的免死金牌。马上带文件跟我去省城。同志，我们是第一钢厂的，要找专家组递交技术申报材料。专家正在开闭门会议，拒收一切越级递交的材料，回去等通知吧。等通知，厂子就没了。去他的闭门会议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保安，拦住他！站住！对不起，领导。这疯女人硬闯进来的，首钢都头疼的特种钢异形曲面，我们第一钢电厂用自主独创的红程序算法完美解决了。如果这种能填补国内重工空白的技术都不能被看见，那你们这趟下来寻找创新试点的任务就是个笑话。放开他，让他把材料拿上来。绝妙的构想，完美的刀具补偿参数，这是国内绝无仅有的底层逻辑。组长，这套算法如果推行，国内半自化进程至少提前5年，马上盖章受理，立刻作为特殊试点，跳过所有地方流程。成了吗？成了，真成了，我们保住了！观众朋友们，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，国家决定自即日起，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行国有企业改制与下岗分盘政策。1997年的秋天，带着彻骨的寒意，终于正式降临了。那场足以影响整个江北的下岗大潮全面爆发了。
听说二厂昨天贴了破产公告，全厂几千人一夕之间全下岗了，连安置费都没发齐。咱们厂现在上游断供，资金转不开，是不是也撑不住了？别瞎说，只要没接到通知，咱们就死干到底。大家静一静，外面的风浪确实很大，改制潮也确实来了，但我们已经拿到了部委特批的创新试点名额，彻底跳出了黑名单。谁也别想再兼并我们。这段时间资金周转困难，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钱，今天全额垫进厂里的对公账户，解燃眉之急。还有，这是我刚从省城拿下的长期特种钢订单，足够我们全厂干到明年春天。有救了，咱们不用去街头要饭了。我向大家保证，只要我徐应流在一天，第一钢厂的炉火就不会熄，你们绝对不会下岗。大家伙儿都排好队，今天咱们厂大难不死，我把库房底子都翻出来了，每人都有份儿。虽然肉不多，但这白菜馅饺子保准让你们吃的浑身热乎。应流啊，多吃点儿。你这几个月为了厂子瘦的都没人样了，婶子看着心疼。谢谢刘婶儿。真香啊！这比上辈子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都要让人安心。徐公，我的饺子全给你，没有你，我跟我老娘这个冬天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。哎，你自己吃啊，我够吃了。徐公，我的也给你，你费心费力，得多补补脑子。徐公，还有我的，来年咱们跟着你继续大干一场。徐公，我的也给你，我们全家的命都是你保住的。就是这些傻的可爱的人，才值得我豁出命去救他们。徐应流，你给我出来！徐应流，你这个自私自利的白眼狼，你还有脸在这里笑？你害死爸妈了，你把他们害惨了！大家别激动，我来处理。我怎么害死他们了？爸妈在南方做生意被人骗了，他们欠了一大屁股债，还不上钱，被人告上法庭，现在他们已经被抓去坐牢了。都是因为你，如果当初大伯找你的时候，你早点把钱拿出来给他们，我们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你明明赚了那么多钱，你守着这个破钢厂，眼睁睁看着亲生父母去坐牢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你太自私了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干什么？跑我们厂里来撒野？这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。徐英念，你给我听清楚了。第一，当初是他们嫌弃我是个丑黑丫头，主动抛弃我，带着你南下经商，这是他们自己选的路，不是我逼的。第二，他们走的时候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，哪怕连一口铁锅都没给我留下，把我一个人像垃圾一样扔在这个快倒闭的厂子里，是他们欠我，而不是我欠他们。第三，我徐应流赚的每一分钱，都是在这个车间里熬红了眼睛，用双手磨出老茧，辛苦换来的，这是我养活自己的本钱，是我保住几百号工友饭碗的底气，绝不是给那两个贪得无厌的吸血人填窟窿的。最后，他们做生意失败去坐牢，是他们贪婪无度、能力跌下的报应，跟我徐应流没有半点关系。
应流，我错了，我刚才不该骂你，可是我该怎么办啊？爸妈被抓走了，房子也被查封了，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我一个人怎么活下去啊？应流，你不肯给我钱？我是你亲姐姐啊！亲姐姐，徐应念，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！看到没有？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不管是老是少，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。这些工友每天守着机器，吸着粉尘，加班加点，赚的都是血汗钱。我的钱，也是在这个车间里拿命拼出来的。没有1分钱，是可以让你白白拿去挥霍的。那我怎么活下去？你想要活下去，方法很简单，留下来，进厂干活，戴上手套，穿上工作服，站在这台机床前面，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你就能领到工资，就能养活你自己。不行，我怎么能干得了这种粗活？从小到大，爸妈连家里的扫把都没让我摸过。路我给你指了，要么换下你的破裙子，给我滚过来干活，要么现在就滚出钢厂，饿死在街头，你自己选。姑娘，留下来吧。徐工人好，他嘴硬心软，会教你的。是啊，干活虽然累，但是踏实，赚的钱花着安心，总比在外面飘着强。哭够了吗？哭够了就去干活。好，我留下来。这丫头变了，能吃苦了。人被逼到绝境，总能长出骨头。徐应念，这是你第1个月的工资，拿好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赚到的钱，不是父母给的，不是抢来的，是我实实在在赚出来的。应流，谢谢你，是你自己养活了自己。他们写信了，说在里面好好反省了，是他们对不起你，一直偏心。我也借着这份偏爱，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对不起。过去的恩怨我早已放下，我要往前走，没空困在烂泥里。钢厂稳定了，工人们安稳了，徐应念也走上了正路。可是我呢？上辈子我辍学进厂，一辈子被困在车间，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。这辈子我靠技术救了钢厂，可技术不只能养活一个钢厂，更能改变更多人的命运。江北需要技术，我要考大学，我要回到这里，教更多人技术，让更多孩子不用像我一样从小被放弃。考大学？对，师傅，我想去读书。好，你这么聪明，不该只困在一个钢厂里。师傅支持你，厂里给你留位置，给你出学费，你放心去考，考上了，我们所有人都为你高兴。丫头，去吧，读了书更有出息，不管走多远，咱们厂都是你的家。应流说：“我听说你要考大学，怎么？你有意见？带我一个吧，我还想继续读书。把桌子擦干净，明天开始背英语。”是，我一定拼命学。
整整1年，没有一天休息，没有一天松懈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，我背后是整个钢厂的希望。应流，我紧张。怕什么？最难熬的冬天我们都挺过来了，还怕这场考试吗？不怕。我不是被留下的那个孩子，我是为自己的未来，为更多人的未来提笔奋斗。命运就握在我的指尖下。徒弟，考得咋样啊？不管咋样，能上考场就是咱们全场的骄傲。快快，上车饺子，下车面，赶紧吃一口。徐应流、徐应念挂号信来了，真来了。咱们钢厂出了2个大学生，咱们徐工是大学生了。好，太好了。丫头，到了省城要好好吃饭，别舍不得花钱。记住，不管学多少高深的技术，做人的钢骨不能软。师傅，您保重身体，大家保重。父母在狱中减了刑，他们有他们的人生，互不打扰，这便是最好的结局。我的路还很长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我一直往前走，只要我靠自己的双手，就永远不会再被留下。